许多鼓励投资的名嘴总说，如果我们没有开始投资累积被动收入，那我们将工作到死，导致有很多年轻人在年纪轻轻就专注于被动收入的累积，想着靠投资省吃俭用的过日子，很快就能累积每月5万的被动收入，提早退休了吧？但事实真的是如此吗？随着通货膨胀以及高房价的时代，后来的我越来越觉得这样的薪水搭配这样的物价，似乎很难达成安心退休的目标。后来又工作几年后，我渐渐开始对被动收入的想法改观了，因为我发现在同样的投资条件下，本金多寡才是财富积累的关键。而且根据富比士的富豪榜，我们会发现全球最有钱的富翁们，只有极少数人是靠投资发财的，就连巴菲特也不完全是靠投资致富。因此今天的影片要讨论一个财商话题，到底不同的人如何靠不同的方式赚钱？为什么有的人赚10万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赚到，有的人拼死拼活几个月才有办法赚到？影片的后半段也会提供给你一种越做越轻松的副业方法。我们常说人赚不到认知以外的钱，因为不知道所以赚不到，所以透过多方学习，再由自己判断是否适合自己，肯定是有益无害的吧。好啦，话不多说，我们就开始吧。首先了解不同赚钱方式前，我们来听听三兄弟的故事吧。有天有一个富豪被诊断出罹患大肠癌，只剩下1年的寿命，于是他把他的3个儿子通通找来，并告诉他们，我各给你们1万元，谁能把它变成10万元，我就把公司经营权继承给他。老大思想保守，他认为投资太过危险，他选择了最直接的方法，工作赚钱。于是接下来几个月他努力工作，接下了几个兼职项目，经过几个月的辛勤工作，他努力完成了所有任务，最终赚到了10万元。老二认为价值投资是累积资产安稳的方法，于是他直接向老婆借了100万元，选择了一个稳定的股票市场，年报酬率大约为10%。经过1年的时间，他的投资顺利获得了10万元的利润。老三他身边有许多投资高手，常常一单能赚好几万元，因此他也希望透过高报酬的方法来获得回报。最终他把1万元投入在杠杆型商品，很快的1万翻成2万，2万翻成4万，再翻成8万，在最后一次却因为失误倒赔了5万，最后资产上上下下花了好一阵子才把本金赚回来，没有被赶出家门。从上面的故事我们可以明白，老大跟老二专注在使用看似笨拙但安全的方法累积资产，这种赚钱方式具有可预期性。而老三的行为，说实在的，他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赚钱，能赚到多少钱，只觉得只要看对一次就可以赚10倍的钱。简单归纳一下故事的内容，如果我们想赚10万，可以有3种方式：第一，拿出本金100万，然后投入10%的标的；第二，拿出本金10万，再投入100%的标的；第三，直接去赚10万。如果是荧幕前的你，会喜欢哪一种赚钱方式呢？给你3秒钟思考。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。那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选择3种都做，因为仔细一看就会发现这3种各有优点，而且互不冲突。前2项可以归结于让钱赚钱，而最后一项就是我们自己去赚钱，这样双边努力一下，不就是加快资产累积最好的方式吗？有人可能会想，小峰你说的很简单，但具体要怎么做呢？首先用钱赚钱部分，第一种我自己会挑选 EPS 10年年年成长，甚至股息也年年成长的稳健公司，搭配其他数据参考，让资产安全的放大。所以这些企业的指标在哪里看呢？如果你不想一家家的去公司官网看财报，那么之前介绍过的这个股票老板网站提供简单直观图形化的财报，你可以很轻易的在这个网站找到你在意的各项财报数据，包括 EPS、股息发放率、ROE 等等。或者如果你不擅长选股，也可以直接参考一些市值型的 ETF， 依照过去几十年的市场观察，平均年化报酬率也能达到8%以上的目标。至于第二种方式，面上的衍生性金融商品，例如当冲、虚拟货币、选择权等等，或许可以达到这样的报酬。当冲为例，只要看对趋势，投资人很可能可以在几分钟内赚进100%的报酬，但相对的也很可能在几分钟内赔掉好几天的薪水。至于选择权的话，是以买卖合约的方式进行，股价涨，合约也会跟着涨；股价跌，合约也会跟着跌。而它的优点是不需要拿出买股票那样多的本金，因为有相对少的本金就可以参与股市获利。但
但不得不提醒，以上方式都属于杠杆型的投资方式，风险会较一般买卖股票更高。如果真的要投资，建议做好资产配置。以我自己来说，只会投入少部分的资金在操作选择权。那把钱安置好以后，剩下的就是我们想尽办法提高收入了。但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却不简单，毕竟薪水也不是自己说了算。因此，如果你的本业工作不适合用争取业绩、争取升职、跳槽等等方式为自己加薪，那么经营一个副业或许是你唯一的选择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想，小峰，你不会又推荐我什么外送、家教、兼差吧？上班都够累了，还要出门兼职，太累了吧？而且我活到这把年纪，体力已经拼不过那些20出头的年轻人了。是的，其实我心里也是这样想。现在的时代，副业看似有很多种，但考量能持续5到10年以上一直做下去的并不多。而且随着本业工作渐渐稳定，我们的年龄也持续增长，现在下班后甚至还有家庭责任要肩负，这情况已经比较不适合在外面拼体力做赚快钱的项目了。那有没有低成本又能在家做的副业呢？有的，那就是经营一门网络生意。网络生意听起来好抽象，看不见摸不着，是诈骗吗？其实你不要觉得意外，因为现在还有很多人觉得只要不是实体的线下的就是骗人的，会觉得在网络上买东西没有实体店面就很容易收到假货。其实路边的东西也很多假货，好吗？拉回正题，接近2025年的今天，赚钱真的不像以前那样要出门才能赚。例如以前你想开一间服饰店，你可能需要找人流多的地方，还要找工读生顾店面，这些几乎已经线上化了，对吧？或者你想开一间算命馆，也不必在人来人往的路边摆摊了，直接经营一个讲星座或命理的频道，是不是还能吸引更多陌生用户，进而对你产生信任呢？所以说到底，网络生意其实跟线下生意基本是一样的，本质都是透过销售商品或销售服务来吸引客人。那看到这里，你已经大概有网络生意的概念了。那对一个普通人来说，具体可以怎么做呢？首先就像开一间实体店面，第一步骤选择商品，第二步骤大量曝光，第三步就是取得用户信任。第一步选择商品，如果你想卖实体商品，那可以透过经营虾皮、淘宝，并串联订单系统以及仓储物流等等，这种比较适合本身就有商品管道的人，或者也可以单纯帮别人联盟行销，经营一个社群账号，再引流到亚马逊商店或Agoda等等的网站赚取佣金收入。那如果你想卖服务，如果你对星象很有研究，那么经营一个讲星座的频道，或许可以为你带来流量赞助，甚至是增加原本的客户。或者你很擅长水电工作，那么经营一个像这样的相关频道，也很可能同时能增加你的本业收入。第二，大量曝光，其实你可以观察到，现在不管是哪一种生意，几乎都可以透过经营自媒体大量曝光增加业绩。就像这个美甲美睫的账号，还有这个咖啡店账号，或者这个宠物店的账号，而且不只是个人商店，现在也有许多公司的老板要求员工经营各种 IG、TikTok 等社群网站，通过短影片、长影片或者贴文吸引流量，提高收入。因为毕竟现在大部分的人都用网络了，社群媒体就像是24小时都有人流的商圈，那么这样的地方不就是做生意最好的地方吗？第三，取得信任。当有人觉得你销售的商品用起来不错，便可能可以透过电商的评分制度累积好评，或者如果你是卖服务的，在经营频道或粉专时，在你持续产出影片的过程中，如果有人觉得你的内容说得不错，透过演算法的计算与推荐，也能让越来越多人对你的服务感兴趣，进而增加副业收入。因此，经营一门网络生意，我认为虽然看似不简单，但它的原理其实就像加盟一间传统早餐店、饮料店的商业逻辑类似。通过一步步的步骤，再借由网络的力量推广商品或服务，不就是一种低成本、能持续5到10年并越做越轻松的副业项目吗？总结本期影片分享了3种我自己实际在做并能同时执行的赚钱方式，或稳定选股投资、开杠杆投资，并分享如何创建一门真正的网络副业。其实赚钱方式有很多种，并网络生意当然也不是唯一的副业选择。如果你愿意，还是可以选择到外面打工兼职，或者在街边加盟卖小吃等等。不管哪一种方式能增加收入都是不错的方法，只是与本业一样，我们需要考虑时间成本、金钱成本、体力成本，甚至交通成本，这些都考虑下去，那可能需要把眼光放长远一点，从事比较有积累性的副业，或许才能让这个事业赚得长久，并越做越轻松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希望对你有帮助。想了解更多自媒体经营的方法，可以在下方链接约我的对谈。因为我还写了一本6大被动收入报告，里面记录了24种常见的被动收入变现逻辑，也可以在那里领取。最后，感谢你们的耐心观看，如果觉得本期影片对你有帮助，欢迎
迎按赞订阅。有其他想说的话，也欢迎留言跟我分享。下次见，拜拜。